那个院子也有一些兵把守。原来那个院子是一个商会，那个商会专门也是捞人的组织，就是赚钱的嘛，靠捞人赚钱的。那边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警官模样的人，跟他视频说我要看人，然后他们3个人轮流去看，没看到，然后就让我去看。他说是这个人吗？然后旁边的人说是的，那个人把脸露过来，一看是我妈，然后我妈把脸露过来了，他说这是我儿子。当时我也很感动嘛，因为我没想到还能够活着回来，因为那个车都过了好几天了，被人事部叫过去。当时我看到我妈了，然后他说你安全了吗？然后我当时我说我安全了，这下没有人打我了。然后他们要等车，因为那天10月份那个南伞口岸已经关闭了，那边最近的叫南伞，南方的南伞就是一把雨伞的伞，那个口岸已经关闭了，因为那个口岸他说开始，因为由于内地的跟那个缅北的行动，他只接收那些被遣送回来的人，他要绕到清水河口岸，但那边呢，因为一些政治原因，那边关卡都有人把守，过不去，让我们那边等。在等的时候，我不像那3个人，他们已经在那边等了好几天了。我那天刚到嘛，那天下午，我就站在院子里，我不想进屋子，我被关怕了。我就抬头看那个太阳，你不知道在那个地方那么热，对吧？我看到那个太阳照在我脸上，我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是我以前根本不喜欢晒太阳，我也不喜欢下雨，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可是我看到太阳，我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因为我有3个月没有见过太阳了。我觉得我看到太阳。那是真正的阳光，就好像有生之年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当时我真的好开心，我站里面站了好久好久。后来那个女的拍了我肩膀，那个老板娘她说车来了，你们走吧。然后外面有个车，是一个红色的车，一个缅甸人，一个女的。因为缅甸人的特点就是身上皮肤黑黑的，脸上打很白的粉底，然后画个红唇。就缅甸人喜欢这样嘛，就身上乌黑，脸上打很白的粉底，一个红色的车，他当那个女的面给他拍视频、拍照发他有2个手机，发他们不同群里，他用那个缅甸语说，然后就说好像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要送过去，你别把他卖掉了。结果他带我们过第一个关卡就没过去，关卡里面好多，就他那边到国门到清水河口岸还有很多关卡，第一个关卡就有很多人把守，他一看就是中国人，然后不准过，就是要交钱的意思，他们又不想给钱。然后后来那女的把我们没有再带回到这个院子，带到他自己家农家院子，他自己家呢就正常他哥哥嫂嫂那种院子，当地人。然后我们就很害怕，他说不要怕，然后他说我们拿钱肯定帮你们办事了，他给我们视频给了这个老板娘，他说你放心，明天早上想办法把你们送到口岸去，要到第2天早上。然后还是害怕，那天晚上他给我们点了很多菜，就正常的菜了，有那个鸡肉啊，有虾，还有那个排骨，还有汤，还有米饭，还给我们每人发了饮料，就除了那个矿泉水，还有他们那边都是桶装矿泉水可以喝的嘛，就是因为那边水不干净嘛，那边平时洗澡刷牙的水都凉水，都是那种带点那个杂质的，就那边水很脏，他都喝那个桶装矿泉水，他给我每人买了1听健力宝。其实从下午被释放出来到了晚上，我就喝了那1听健力宝，但是心里不安呀。我们整个4个人都被从4个不同的园区、不同的楼给救出来了。有一个家里已经2年了，他也开出一点业绩，因为开不出业绩活不到2年的。他说这里就是他那个家里都在轮番的视频嘛。他妈妈说：“我2年了，终于见到我儿子了。”他就是这2年他肯定开出业绩才能活下来。他说2年了。因为没有业绩是活不到1年的，他家里已经早就倾家荡产了，到处他妈妈，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多伟大。这2年来，他妈妈就是说，只要我儿子每过几个月能跟我取得1次联系，我就是证明他活着。他妈妈到处找，比如说今天听说某个当官的或者某个有能力的人在某个省吃饭，他打听到这个消息，他可以坐火车坐飞机，哪怕问亲戚借钱过去，到隔壁我也开个高档的那个房间，我就要跟他接触，2年才把儿子给想办法救出来，因为我才几个月嘛。然后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都很激动。那天晚上就睡不着，因为当地人都被中国这些过去的不法的诈骗分子给带坏了，很容易卖人，怕被卖掉。你想，我从下午到夜里只喝了1听健力宝，就害怕我那一夜睡不着。我们4个人，他农家院子好几间房，我们都挤在一间屋子，开了电风扇，也不敢出去。那有一个最小的18岁，他一夜出去溜了，一夜听到好多鸡叫嘛，就公鸡打鸣，就出去
逛，他就害怕被人给进来卖掉了。然后我那一夜上了4次厕所，撒了4次尿，就一听健力宝撒4次尿，我紧张啊，我就害怕，好不容易有这一次机会，如果回不了家了，再也回不去了。后来第2天还把我们送到一个闹市区，就那个闹市，因为闹市区就是各种就是农家小贩子啊，对吧？像那个菜市场商品交易，那个地方人多，他不容易被抢人。然后他视频那个就是还是那个老板娘派过来另外2个车，2个车都是当地的当兵的，有士兵证。那2个车把我们4个人分成2辆车，都装到这个就是后备箱，后备箱清空了，就我们在后备箱里憋的，因为他们有士兵证，过那些关卡是不用看这个检查后备箱的，就可以就躲过去。我们在后备箱那边路很差嘛，颠簸了1个多小时，因为没有手机，大概1个多小时，终于颠簸到口岸那边了。出来感觉这些人都是远处能望到口岸了嘛，然后就是排队，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终于可以过口岸了。这时候边防警察就是中国人警察进来带我们了嘛，然后带我们带我们去到那个医院去抽血，男的就抽2管血，一个查那个毒，一个查尿嘛，然后女的就是还要加一个一个查毒，一个查那个就是传染病，女的还要加一个尿检，然后审讯，后来第二天审讯到第2天就是在看守所过1夜，然后那天晚上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吃剩的那个就是他们就是大锅饭嘛，菜啊饭吃剩让我们吃，然后其实我们4个人的家人都在外面等着嘛，进不来嘛，看守所那个派出所。然后他们因为那边热带有水果西瓜，哇，就他们那边吃西瓜吃腻了嘛，天天吃。我当时我不想吃，我就想吃那西瓜，我好开心啊！我3个月没吃过西瓜了，而且那边西瓜特别甜，我吃就每人发一次性的纸饭盒，我吃了3盒西瓜，哇，3个月没吃过西瓜了，3个多月没吃过了，很开心。后来第二天审讯完之后，确认又录了这个声纹，录了声音的声纹，各方面都确认没有问题了以后，因为后来知道情况是在果敢那边有超过10万的中国人平均每天能够回到境内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超过10个的。那除了我们4个，还有别的回来的人，对吧？好几个人都录，有一个有问题的，可能有什么问题被警方带走了，另外没问题了，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第2天。打我们的家属电话进来，就交2000块钱罚款，拘留10天，在那边拘留10天，拘留完之后呢，出来了。我家人在那边住了10天宾馆，我妈妈住了10天宾馆，让亲戚先回去了。我妈妈给我买了新的衣服，买了新的鞋子，她说把这些都脱掉，太晦气了。然后结果没想到。出来的时候，我被5个人给堵住了。就是原来他派出所让每个人的户口所在地的人过来，把人再带回去再审一遍。那我的大学在南京嘛，户口在南京，来了5个人把我给堵住了。然后妈妈跟他们说，能不能让我儿子把这些晦气的衣服、拖鞋去掉，让他换一下干净的衣服？他们说可以。我妈妈给我换了衣服，她给我买了早餐。那天已经快中午了，然后你吃吧，你肯定好多天没吃好，你看你脸上塌成什么样了。我说我不想吃，因为当时我心里根本没心情，因为我本来以为可以回到家了，结果又来了5个人来带我。我感觉你想，我一个被骗过去，家里好不容易报案报成功，因为证据不足，好不容易报案成功，好不容易去谈判去花这么多钱卖房子把我赎回来，又来带我，感觉我像国际通缉要犯一样，我哪里开心得起来？后来到南京又审讯完以后，后来给我家里打电话，都第2天打电话让我家人过来到南京带我的时候，让我把这个回来的路费给付了，因为我不是罪犯，是嫌疑人，审讯没问题之后，那这个路费是要自己出的。我家人因为我手机什么都没有吧，把我出了路费什么什么的都给付了，然后把我带回家了。带回家，我当然带我去拍片子什么的，好像没问题，但是我就感觉身上就是疼嘛，但是我也不敢去说什么，因为我的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卖掉了，是在现在住在亲戚家那个闲置的房子里面。就我亲戚家肯定有闲置的房子，他就只要我妈每个月交水电费就行了，就是我自己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卖掉了嘛，然后。去查我的免疫力，就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就是明显的就好像被刺激了一样，就是什么就检查都是下降了嘛，需要调理。因为我是10月底最后一天回到上海了嘛，因为我在家坐不住，我觉得经过这么大的波折，我把家里的房子折腾没有了，把我妈唯一的房子折腾没有了，然后我自己又背了这么多的债务，然后
我本来想跟我的这个老婆，就本来我们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等到工作稳定了，然后再办个结婚证的，因为一直没有领证，现在都没有了。后来经过我表弟跟我说实话，我才明白，因为我家里人怕我受刺激，不敢刺激我。不仅房子没有了，你像那天就是我被从那个诈骗公司被接出来，接到那个中间那个农家院子的时候，就还没有送到国门那一天，家里已经就是当着他们的那个捞人的那个华人商会的面，已经给他付了62万的现金，就是预付款。后来我到了清水河口岸那边，在没有出口岸之前，又付了一笔预付款，又付了一笔钱，加上这中间各种就是找人。就给人家吃饭啊，或者说是这个包括中间各种路费啊、交通、食宿，总共加起来将近100万人民币。这100万人民币里边，我妈那个房子是低价卖的嘛，她唯一的一套房子低价卖了将近50万那一套，那小县城。然后现在住在亲戚家那闲置的一套小房子里边。然后的话，我外婆家的所有的亲戚在一起给我凑钱，凑了将近50万，然后他们就说让我慢慢还。他说这个人活着回来了，身上器官也没掉，就算好事了。这个钱你慢慢还，我们不会问你要什么利息的，然后慢慢还。这个是你回来以后你表弟跟你说的？对，然后你妈没有跟你说？我妈一直怕我受刺激，她一直没说。然后我回来，我也很好奇，我那个父亲呢，为什么对我难道就没有任何的表示吗？我后来问了我发小，因为我发小他从头到尾参与其中，他跟我说他到了我父亲退休的那个单位去找了他们现在的领导，他知道退休了，住在那个县城什么地方的别墅，也找到他了。他现在的这段婚姻呢，没有离婚，60多岁了嘛，他现在有个妻子，有个女儿，他女儿在他那个市区的什么医学院上班，然后他拒绝了。因为他本来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是2004年考上大学了，去找他要学费，当时他也拒绝我了，当时在办公室的。等于你爸是在你没回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是你发小去找他，他就直接拒绝。对，他也不担心你的安危，因为本来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就没有感情。对，因为他现在也有他现在的家庭，虽然他条件好，但是他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没有。就是他知道你妈卖房凑钱，他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后来你发小跟你说了这些，你表弟跟你说了这些事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来龙去脉。你妈她是怎么样，卖房啊、凑钱啊，这是一个过程呢。那是怎么样通过一步一步的找到你来，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我妈妈从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的派出所，到我大学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到我常住的这个上海的，到处去报案，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没法立案。因为警察讲究的是证据，但是我只是通过一个偶尔的一个微信的信息，这个证据严重不足，从法律上讲没法立案，所以立不了案。他就一次次的到处去找，他也去了就是国门附近的南散那边，就是云南临沧的南散。那个靠近果敢老街那个地方，那边看到很多就是家里孩子失踪的家庭，就是父母在那个地方去找人，也是没有任何线索，他去找去问，那边说得需要内地的一个就是出具一个就是这个立案的回执单，还要出具一个就是官方的这个协调函或者是这个协查证明，那没有办法，他只有一层层的找，他后来一层层的找，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个警官觉得这个可能不像假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去查了我的行踪，好像我7月份最后一次在出现的行踪是在这个边境云南，然后就最后终于给立案了，但是这个协调函或者协查证明一直下不来。后来我妈妈又回到老家我出生的地方，一层层往上去找。然后找到一个，他听说有一个警官手里处理过几个这样的就是家里失踪的案子，虽然说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把人给救回来，最后那个警官经过一层层的判断，他最后确定我妈妈没有撒谎，最后给发了一个协查证明。我妈妈带着协查证明和立案的回执单到了云南的南散那边，就是靠近国门那边派出所。南散是南方的南，就是散就是雨伞的伞，在临沧。就是它是因为南散和这个清水河这两个地方都是距离这个果敢老街最近的国门啊。然后到那边派出所，后来他们就见到这个证明，就确认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就负责去联系这个在果敢老街当地的一些专门负责
去捞这些中国人的华人的商会，那边有很多华人在那边居住嘛，华人的商会组织去是那个南陕的那边的警方工作人员帮助去联系的，然后他们帮助联系这个在果敢老街当地的一些华人的商会组织，他们会有专门负责捞人的渠道，那他们去到这个我提供信息的这个宾馆去确认我在不在，确认之后去沟通谈判肯不肯放人，那可能谈判一次不肯，那再去换，那如果这个商会比如说这个华人商会这个 A 商会去谈判了，最后他们不给放人，那可能他们工作人员再去联系 B， 再去联系 C， 联系不同的商会、不同的组织去谈判，那总有一个组织能把它谈判下来。谈判下来最后成功了，愿意放人了，再谈赎金，再谈好赎金之后，那可能这个赎金就是预付款要交给这个商会，对，通过商会交给诈骗公司，那然后人家商会也是要赚钱生存的，也要交给人家中间的这个酬劳、这个报酬、佣金，这个他们私下也会谈的啊。就是这样找到了，所以才会有第一次找你点你的名。对，所以第一次你妈妈带过去的是交62万给商会。对，那62万是通过商会交给这个诈骗公司，那后来还要交一笔，就是我出国门之前还要交一笔给商会的酬劳，因为这个也得个小几十万，因为人家整个过程也是付出很多的脑力和心和人脉，也是要花钱的，他们一层层的也是要花钱打点的，包括送人啊、接人啊，就是这样一层层的把你给带回来。是我除了头上掉了很多头发，被打了很多次，但是我器官还在，没有被嘎腰子，然后我也算平安的回来了，只是回来之后，可能我这一生唯一憧憬的一次婚姻也结束了，因为我的老婆她其实不知道我被骗到缅北，因为中间只联系过一次8月份，因为之前我跟她说我去外地找工作嘛，7月初，然后我中间8月份是要交房租，房租在上海都3个月一交，我就是被那个小组长的监视下，我给他联系，但我没有备注老婆，我怕如果备注老婆的话，他会不会他会不会拿我手机诈骗人家？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你帮我交一下3个月的房租吧，因为之前房租都一直我交的嘛，就我们在上海很多夫妻是 AA 制，我们俩也 AA 制，但是房租是我交，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住房子也要花钱，没必要这么计较，我自己交的，我说你交一下房租吧，我现在在外地没找到工作，我就没说多的啊，然后。他交了，回来之后他知道我这个事以后，他说他感觉我可能出了一些事情，但说不出为什么，就感觉不对劲。回来之后是你到上海见面了，对，才告诉他才知道。对，我回来10月的最后一天的早上回到上海，见了面说了这些事以后，他知道了，知道以后，他也没有说太多，他说。因为他这个过去的3年多，他也就是失业过2次嘛，他知道不容易。像今年年初失业，他也换了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在11月又失业了。失业的时候呢，你想他10月底遇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11月初他又失业了。失业之后，因为那公司倒闭了，然后失业之后呢。我到他公司楼下附近，我们在那附近吃一顿饭，算是跟那个公司告别了吧。那公司倒闭了，然后他在11月又该交下3个月房租，他说这3个月房租我来帮你交吧，毕竟你现在也没钱。交完房租之后，他说，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是在2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家庭长大，单亲家庭，现在我这一年变得负债累累，这个家里。花了100万，包括房子还有借钱，房子也卖了，而他现在也失业了。我们作为一个快到40岁的人，又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什么优势，他也想换个城市发展，所以我们就和平的分手了。临分手前，他算帮我交了又交了3个月的房租。只是这一场分手之后呢，我也没有说怪他，因为我们都不容易嘛。我只是想一想，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很多人说婚姻是一道围城，其实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至少我跟他在一起相处还算是共患难，因为没有谁亏欠谁，彼此都能理解彼此。只是我们把婚姻都最后都变成了坟墓，因为可能每个人就像我，一个到了37岁，一个不如意的人，一个差点死掉的人，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过往，有种种的过往。包括我说以前在湖南台去那儿连路费都自己掏，就店大欺客的感觉。我觉得人生没有遇到很多如意的事，那同样很多人结婚也是把自己的很多没有完成的期待和不如意的事情都寄予了婚姻的另一半。
就是我相信每个人走进婚姻就像找到一份新工作，希望把自己过往的不如意、过往的没有完成的期待给寄予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平台、新的另一半，但只是最后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坟墓，我不这么理解。我感受了一下婚姻的温度，我觉得婚姻能够找到一个同频的人也不容易。那至于分手，因为我们都走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困境，因为他过往这几年这3年多，他的社保交了也不到2年，因为他也是中间有好几次断开，因为失业了。那我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只是这1年我让自己明白了，原来人的这一生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我没想到我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会把我的家里也连累了，让我妈妈唯一的一套房子在她一个60多岁的晚年连住所都失去了。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事，她可能不会失去这唯一的一套住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愧疚。那我当然相信我会尽力的想办法慢慢的还这些亲戚借的一些钱，至于什么时候能还上我也不确定。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缅甸的像这个仰光，包括缅甸的妙瓦底，包括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甚至于像迪拜、非洲，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组织，里边有不少被骗过去的中国人，也有不少自愿去的中国人，什么人都有。其实很多人会一概而论的，就是一棍子打碎，说是不是到了诈骗集团的人都是贪心，都是怎么样？我想说，我当时只是一个1万块1个月的跟组的演员的兼职，这个叫贪心吗？我想说，这个不叫贪心吧？因为我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失业的话，我1个月也能赚到1万块的工资，这叫贪心吗？整个事件呢发生了以后，你觉得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说实话，整个事件让我的整个人生观完全崩塌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国家，它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个世界有存在灰色区域，比如说诈骗公司，它是一个灰色产业链。对我的教训是，我是觉得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习惯性的，就是平时周末或者说是失业的时候做兼职，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兼职，没什么。因为以前去过别的省份城市跟剧组，所以这一件事让我明白，真的不能随便的相信任何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诈骗的话，像你说的，全世界还到处都有。对对。那可能我们在聊天的同时，有很多涉世未深的，或者像您这样的之前已经还在同时在上当，你对于这一些人会有一些什么告诫吗？我想对所有的朋友说，当你接到一个信息需要去边境城市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因为能够到达边境城市的兼职或者是全职，它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不光是像云南的西双版纳，云南的很多城市，像他们有的人到了云南的芒市被骗过去的，有的到了西双版纳，我是到西双版纳，也有到昆明被骗过去的，还有的人我听到那边一些诈骗集团的一些老领导他们聊天，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通过一些就是灰色产业链，把一些人通过边境城市，像广西的防城港啊，通过一些边境城市输送到缅甸的其他的城市，也可能输送到老挝，输送到缅甸，输送到菲律宾，那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边境城市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包括有的人说我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礼仪，一个什么演员的兼职需要去菲律宾，但是我们抛开这个赚钱，冷静下来想一想，人家一个普通的兼职，难道在菲律宾找不到中国人了吗？在菲律宾找不到人了吗？需要这么远花机票花各种成本从中国找一个人，至于吗？所以不管是去国外还是去边境城市，尤其去这些很敏感的城市，什么泰国、缅甸、菲律宾，什么老挝、柬埔寨，什么迪拜、非洲，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而且我在回来以后，包括在看守所那个10天，包括回来接触一些被骗的人，因为我妈妈也遇到了很多在那个边境城市就是寻找孩子寻找不到的人，他们有的亲戚也被骗到了，甚至于被骗到非洲，都骗到了1年多失联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去边境城市或者去国外的兼职，这里边有很大的成分的危险。还有很多未成年的朋友，因为我看到太多未成年的人被骗到了缅北。未成年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赚
钱，你可以在内地，你哪怕去卖早餐，你去工厂打工，再去就是报一些学校去学习技术，千万不要相信高薪，不要相信边境的城市，不要相信国外。我真的有感而发的说，还是在中国好，因为在中国它是具有法治的，它是安全的。国外像缅甸，我看不到法律的存在。我觉得我们中国，它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国家，它是可持续的。